这个世界病毒爆发的10年后，人类以极快的速度消失，任何规则都消失殆尽。在这混乱的末世中，杀戮每时每刻都在上演，有时候是为了争夺物资，有时候是为了争夺地盘，而有的渣子就是单纯的以虐杀为本。我叫严震，20岁。1年前，我得到了一个末世万物升级系统。这个系统奖励的点数可以拿来升级任何东西。我在末世的命运就此被改变了。大哥，又搞定一个！哈哈哈哈！拉冈斯因人真是屡试不爽啊！我们一帮人都凑不齐一身完整的衣服，这货居然穿着这么整齐的西装，这货怕不是蜀邦城的贵族吧？去翻翻他的摩托，应该有好东西。大哥，这摩托上屁都没有。啊！末世出门还空着手，老子可是在这蹲了大半天了，把他给我做成肉酱！嘿嘿。刚才究竟发生了什么？我小弟是怎么挂的？臭小子，跟老子玩装死是吧？到底是什么人？动手前，我想先确认一件事情：离这儿不远的东流露营地是你们屠的。哼，是要怎么样？我这10几个兄弟个个都有份儿。我们不光屠了他们的男人，还把营地的女人和小孩也都给屠了。是，本想给你们个痛快，但现在我保证一定会让你们痛苦万分的死去。你以为你一个人能对付我们这么多人吗？兄弟们，干他！这种攻击对我没用的。那套人模狗样的西服居然还防弹，给爷死！你的防弹衣再厉害，总不能连头也护着吧？这不可能，都被爆头了，怎么还能站着？该我了。上气！最近火闪！人呢？怎么一眨眼就没了？大哥，在后面！哼，虽然这操作花里胡哨的，但一点伤害也没有嘛。大哥！这到底是怎么了？大哥，像烧起来一样，饶命！我知道错了。这些话，等你下了地府，自己去跟阎王说吧。任务完成，升级点数+2。给摩托加升级点数。摩托已升级，品质精良，已获得业火加速器，摩托极限速度加100%。而这一切要从1年前说起。臭乞丐！要是我们在这片林子里再看到你的话，真的会杀了你。这附近被方家标记的地盘越来越多了，再这样下去，就真没多少地方可以待了。恭喜宿主获得末世万物升级系统。这是什么？我被打出幻觉了。是真的。石头完了，然后呢？新手任务已完成，升级点数+1。又可以升级。幽灵和特工。司马当和马邑，给烂掉的野果子升级。哎，护果子呢？这也太厉害了吧！新任务。新任务：消灭20个丧尸。打丧尸了？啊？哪儿来的火？
我们已经警告过你了，只要你不要再出现在这附近，不然无视方强的警告，就是这个下场。方强，是你们逼我的。皇帝，你找死！方强，你现在烧我一棵树，将来我一定烧你100年家业。打了好几天丧尸，收获并不是很丰厚。不过好在得到了一些升级点数，还给自己升了2个。现在对付普通丧尸，比刚开始的时候轻松多了。先搞些像样的行了吧。还剩3个升级点，接下来是最重要的武器。这个末世不仅有普通的丧尸，还有更强的暴尸，更难杀死，身体机能远在丧尸之上，极少数还有特殊能力。现在的这把枪对暴尸种才够用。手枪已升级，获得大威力手，大威力手枪已升级，获得精英手枪，伤害加50%，精度加50%，射程加50%。升级后，外观没有变化吧？难不成还得氪金才能解锁新皮肤啊？是枪声。打怪兽死不好，没有放自己的子弹。队长，这个女人怎么办？来了，家可能事情断了，当然是由我们来照顾了。好久都没走过这么深，嘿，快点让出来！别动！你想干什么？就算你救了我，再加上你长得还行，那也不可以。没道理。当下的动物军我全干没了，每个都还火着枪，还是未完成。那个，原来被爆头是这种感觉，还真是3傻子。还大爷，居然被你个区人类偷袭得手，接下来就送你们上路。这就已经吓傻了，恐怖的还没开始呢。不成了，我看见恶心的就会犯恶心。满口废话！一个人类在我们士兵面前就被纸扎的，下一个，胳膊卡住了，这破风车真碍事。卡住你的是我，这拳头被挡下来了，不，这不可能！没有这样的力量，他也是士兵，刚才他身上没有闻到尸气。人呢？我只问一遍，士兵是什么？士兵就是把暴尸和人类融合改造出来的高等级兵种。虽然不知道这个人为什么这么厉害，但我可以继续丢点信息麻痹他。反正只要打不中我的脑干，我就能反杀。士兵是谁研究出来的？方文野，方家下属研究所的首席科学家。又是方家。他开始动摇了，继续迷惑他，偷袭的机会很快就有了。怎么
突然就开枪了。年轻人不讲武德啊！还好没有打到脑干。现在先装死，等我恢复了，就找人来干。方家是吗？士兵是吗？方家是吗？士兵是吗？方家。这个人好可怕！任务已完成，给自己升一级，剩下的备用。获得技能点数回收。啊？你看什么？你已经安全了，赶紧离开这里吧。啊？那个，我想雇你护送我回村子。我拒绝，我可没空给你当保镖。告辞。我一个人万一又碰到刚才那样的坏人怎么办？像你这么好心的大英雄，怎么忍心看着我这样的美女被人欺负？你就送我回去嘛！我爷爷是村长，报酬不会少你的。原来现实中的委托也会转变成系统的任务啊。好吧。这和回村的方向是反的呀。来这里干嘛？找车。啊？这里的车都报废了至少10年了，没有用的。走。就这辆了，车况稍微好点。哎呀，我怎么突然瞎了？都看不见发动机了。啊，哈哈哈。啊，发生什么事了？要被闪瞎了！升级已完成，获得马丁 GT 跑车。你居然能像变魔法一样把废铁变成这种豪车？你一定是上天派来拯救我们的大英雄。我不是什么大英雄，就是一个被方家逼急了的边缘人。我叫安小琪，你呢？严震，阎王的阎，震。走啊！怎么了？宝石！啊，这个暴尸之前经常在这附近游荡来着。这种事情怎么不早说？也是才想起来，哈哈。要尽快摆脱后面那家伙。前面岔路口，怎么走？右边那条，但路面不平，可能会影响车速。左边呢？走不了，前面是大峡谷，桥断了。你走错了吧？前面是断桥啊！一起赴死！啊！你一定是疯了！快解锁！我要下车！说好了一起，我要下车！谁也不能中途下车。不要啊！断掉的大桥已升级，获得完好的大桥。这也可以？你过来啊！完好的大桥已降级，获得断掉的大桥，点数回收已完成。这也可以？那个暴尸没那么容易被干掉，继续赶路吧。说起来，方家不会来抢你们物资吗？如果是雇佣军，一个字也不会留。方家直属部队的话，一般是28开。来拿80%。毕竟武器都被方家没收了，我们只能依靠方家庇护。方家的人干出这种事，
一点都不奇怪。那是方家的直属车队。啊！我臭小子，看你爹呢！刚才那小子瞪我，掉头去干他！别胡闹，那人能开那样的车在外区闲逛，背景肯定不简单，不要节外生枝。哟呵，你在教我做事儿？我只是想说，要是回城晚了，你和女明星的约会就泡汤了。算了，小子好运，赶紧去下一个村子。傻缺。小琪，你一出去就是大半月，爷爷还以为……我没事，就是一起去的小镇，在路上被方家的人杀了。爷爷，多亏了严阵，我才能平安回来。我答应了人家，等我回来要重谢的。咱们之前不是藏了几件宝贝吗？快拿给人家。东西全被方家偷了。算了，我本来也不是为了这些来。告诉我附近的丧尸在哪儿。护送任务已完成。哦，往那边走，山上有一个丧尸群，但那一片有好几个暴尸，你一个人去，快委托我去清除丧尸。那拜托你帮我们清除掉附近山上的丧尸。收到委托，山上的丧尸奖励升级点数3。果然，这种方式也可以变成任务。不知道为什么，他就是给人一种很可靠的感觉。这小伙子真虎啊！已升级，消耗升级点数1。获得技能游戏体质，能看到目标等级，并将自己受到的伤害换算成血条损失。不过被丧尸抓到，还是会被感染的。获得升级点数1。精英手枪已升级成史诗射手手枪。好强！还是第一次见到有名字的暴尸呢。居然还会找掩体，这很明显是有智人，不是完全零分零战斗。这和方家一直以来宣传的不太一样。取胜有致。厉害，这次投掷连我的动作都预判了。不过，太小看我了。手机。打中了。逃走了。看来这里就是 BOSS 的老巢了。血迹一直延伸到洞穴深处。暴尸为什么会在洞穴里放这些东西？难道还残存着人类的记忆吗？怎么比中弹枪还厉害呢？是因为我拿了他的相框吗？
明星就够不爽了，这些贱民还要包庇一个臭小子。哈哈，来的正好，给你们看点好东西。报师，没错，你们要是再不说，我就把虎毛关进笼子里喂报尸。举起手准，这边有谁轻举妄动就开枪。举起手。喂，举起手。收到，快回复。利用暴尸残存的母性控制，然后将其引出领地，来攻击村民，再以保护的名义来掠夺资源，真是有够下作的。见笼子，快点！再磨磨唧唧的，就一条不可。我靠！狙击手是干什么吃的？这么容易就被人夺点？赶紧开车！糟了！小宝石脑子里的炸弹要被激活了！炸弹已激活，5、4、3、2、1，妈妈。小丧尸死就死了，可惜了格罗利亚这么听话好用的工具。好像有什么东西飞过来了。原来之前都是收着他的，这才是他的真实实力。小丧尸被炸没后，他被彻底激怒了，这才下了死手。啊！什么时候到我身后来的？刚才只要他想，我可能已经死了。要动手了吗？现在开枪能打中他吗？杀了我，让他们付出代价。居然故意激我开枪！不过你的话我记住了，你的账加上我自己的，我会一起找方家算的。指定任务已完成，获得未进化的格洛利亚的眼珠，未进化的击剑，雷火长枪。我只拿一套，其余的武器车辆你们都留着吧，以后就可以自己保护自己了。有没有考虑过留下来，和我们一起生活？上次我有这种想法的时候，被人烧了一棵树。如果不去做点什么的话，恐怕过不了几天安生日子，又会有麻烦找上门来。有缘再见。加油，妍真。接下来，我怎么会把你忘了，小可爱？消耗点数，获得格洛利亚的眼珠，击剑，传奇约翰手枪。一口气干掉！什么东西在高速前进？垃圾，一点挑战也没有。是哪个孙子说这里暴尸很强的，大老远跑过来，结果一刀就秒呢？就这货色！之前的战绩很漂亮，但是斩击的瞬间，暴尸石化了脖子，大幅削弱了斩击的伤害。变成了石甲碎，好机会！闪现射击，连续闪现射击！暴尸已消灭。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什么情况 ？BOSS 已经挂了吗？是这个小子干掉的？穿着我们护卫队的战术背心，但是没装备武器，也
不像是士兵 ，BOSS 绝对不可能是被他干掉的。BOSS 的反击肯定是回光返照。我之前的那记战机，肯定已经破坏了脑干。你也是我们队的，这人没死，怎么之前没见过你？看来是士兵了。证件给我看一下。普通的证件已升级，获得万能的通行证。编号这么靠后，你是最近刚入队的新人？是。好好干，迟早有一天，你也能像我一样轻松干掉这种级别的 BOSS。你今天坐狗屎运了，可以坐我的豪车回城。打进方家内部，比我想象的要容易呢。这车是副队长才有的待遇，普通队员只能骑破自行车。想要往上爬，就得多打丧尸，多接委托。升到一定职级，就可以申请士兵改造，到时候你就可以跟我一样强了。原来副队长就这么神气了。那我要是把剩下的点数用掉，比他还高2级，岂不是能上天？到城门了。密集阵的，难道报师里还有会飞的类型？何止会有飞的，还有游的比潜艇还快的，甚至还有能遁地的。以后碰见了，别被吓尿了啊，新人！副队长回来了，怎么样？推荐的报师有没有点挑战性？别提了，到秒了，没什么好说的。啊？应该啊，那可是和标枪报师格罗利亚实力相当的呀。前任副队长都死于格罗利亚之手。哟，这里有个没见过的小帅哥呢。来，过来，来介绍一下，是外区来的新人，陈震，个红毛叫包子，关后勤。旁边这个美女南月，本队的第3战力，我一样士兵。包子，这个人就交给你了。放心吧，调教新人很有一手。挺帅的小伙子，可惜了。这边是方家建的别墅区，只有各队正队长才有特殊。这是普通队员的宿舍楼，我们都叫它鸽子楼。我觉得还可以，至少有个挡风遮雨的地方。你想什么呢？就这住宿条件，轮也轮不到你啊！嗯，那边才是你的宿舍。过分了吧？就去也就罢了，还是茅草屋。一看你就是被人忽悠进来的，什么都不知道。新兵入队第2天就要参加丧尸生存赛选拔，以往的生存不足10%，一个只能活2、3天的菜鸟，让你住茅屋怎么了？瞧你那怂样，明天早上8点从北集合。哼，你估计连表都没有，那你竖着耳朵听钟声，可不要迟到或者旷工啊，会被通缉，然后枪毙。越来越有意思了呢。我是10队的副队长，也是本次新人入队考试的考官。你们的任务就是将我身后的这栋大楼里的丧尸清理干净，每人1层，完成就算你们合格。并且清理速度前3的人才有机会被推荐到灭世精英部队。可是那边几个二货，他居然一件武器都不带，是打算用腿把丧尸喷死吗？这不是好事吗？张少，你直接少了一个竞争对手呢。还真符合方家一贯的冷血风格，连训练和装备都没有，把新人送上战场。不过这次的任务，我分展隐瞒了一些内容。你不要过来啊！啊！救命啊！目前已阵亡7人，存活13人。一个能打的都没有吗？除了上面打过招呼要照顾的张少，其他人是要全灭呀！终于看见了，最后这个是暴尸吧？这么一来，这一组人全掉了。已经跟几次了，他还想说看掉了多少个呢？团长，回
几楼层都清完了吗？没呀、那你们还不去？因为上面10层的丧尸都被他给光了。这城队的丧尸，里面还有几个暴尸，都还没有分解，也就是说，几分钟之内快速秒杀的。获得1点15这都是他一个人干的。但是不可能导演了。现在我承认，还有我3成。接下来这个，我怎么应对？把那个东西放出来。是。获得升级点数。窗户外面的事。虽然你很不错，但是很可惜，你的竞争者是曙光市第3集团的大公子。任你再强，第一都必须是张公子。这都能挡下来，真不简单。不过，力量和速度都一般，没想到还有这招。怪不得昨天5分闪特地跟我说要带上降噪耳机，原来是因为这个。哎，耳机借我用下。哎，等等，手机不见了。天下，近距离降噪耳机也没法抵御高频噪音。不过，它那个移动速度是怎么回事？感觉和我的斩击冲刺不相上下呀。我去，差点死在里面。楼都震歪了，那小子应该成渣了吧？那肯定，我近距离挨上一发都够呛。唉，果然变成渣了。在头皮下还埋了一层防弹钢片，怪不得12.7毫米的手枪弹都打不穿。那试试这个。暴尸与相遇。干掉了！太凶残了，头都糊烂了还在补枪。可恶！就算这小子躲过了暴尸尖啸的近距离冲击，也不可能毫发无伤啊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哥，咱们队太穷了，我只能搞到这个。宿舍楼的钥匙和零花钱也都在车上。这是破例给您申请的手机，之前咱们队只有正副队长和我才有资格用。这家伙还真是个资深墙头草啊！你知道方家大楼在哪？听说很气派，我去开开眼。内城中心最高那栋就是。不过哥，你千万别靠得太近，否则会被视作威胁射杀的。戒备等级这么高吗？自从老城主遇刺后，方家就大幅提高了戒备等级。你还是小心点为好。这次进城，除了利用城内资源升级，还要摸清楚方家的底细。之前我尝试过给暴尸升级。注意注意，目前无法对暴尸和人类进行升级。到了5级之后，击杀普通丧尸，一无经验值，就连暴尸也衰减的厉害。升级还需要搞到更高等级暴尸的情报才行。哇，这些都是城外搞不到的武器呢。要是买上一堆重武器，再升个级，战斗力瞬间能上一档。老板，这些我全要。1分钟之内，我要看到他们全部摆在这里。都是谁那么点
是一次愉快的交易呢。城外面混太久了，已经没有物价的概念了。好在大爷还是卖了点装备给我们，虽然抑制器不能完全消音，但至少在远距离进行闪现射击，不会击中敌人了。哼，这种装备不少啊。原来这就是方家最强的部队，士兵。原来随便一个小兵等级，都比护卫队副队长高，怪不得方家能统治曙光城这么久。不过来都来了，空手回去。警告：无法收纳战机，请先将自己升到15级解锁。那坦克呢？该不会也要30级吧？警告：无法收纳坦克，请先将自己升到10级解锁。既然差2个点数升级，那就勾引几个士兵过来送经验好了。请注意，放在远点开阔点，我可不想再放在楼下面去。好快，居然能跟得上我的闪现射击！要是再闪现，一定抓住了。已升至8级，消耗升级点数3，剩余升级点数0。带着这么多的崩溃，这些年的电子战有的是有说过，只是那改造，可是崩溃里面散发出来的气息，就是暴尸啊！士兵已消灭，获得升级点数1。士兵这个经验还蛮多的。更上，这不好的马了。这一枪杀不死你，但至少可以延缓你的动作，让我花少许的时间集中精力对付一个。精锐士兵已消灭，获得升级点数1，可用升级点数2。已获得全钢战甲套装，已获得凯夫拉贴身内衬，已获得士兵横刀。好家伙，这套全钢战甲得有50公斤，亏得这些士兵战斗的时候还能正步。已升至10级，消耗升级点数2，可用升级点数0。接下来就让我来试试这个技能吧。已获得技能奴役暴尸，效果：当你将暴尸或者丧尸的血条削减到20%以内时，可以消耗1个升级点，使其成为自己的仆从，不能对等级高于自己的目标使用。等级8，近卫士兵生命值18%，状态可奴役。又来了一波士兵，正常点数不够呢。谢谢送温暖。近卫士兵已被消灭，获得升级点数1。近卫士兵已被消灭，获得升级点数1。近卫士兵已被消灭，获得升级点数1，可用升级点数7。已获得等级9近卫士兵成绩，已达奴役数量上限。如需获得更多服从，请先升到20级，可用升级点数6。先凑合着用吧，后面碰到更强的士兵或者暴尸的时候再换。重击骑士队长，骑士不骑马，改骑重击了。靠！原来重击是这个意思。那个 BOSS 是肯定打不过的，
算用掉剩余的点数，升到15级解锁这架飞机，也没有多余的点数来升级并收纳了。下次吧。这次来方家进货，自己升到了10级，得到近卫士兵小弟1个，还有一个强化过的主战坦克，以及5个升级点，还算不错。技能开始，发动，每秒消耗5点精神值。就算躲在树后，我也能看见。出来吧。哟，不愧是我中意的小哥哥，直觉很敏锐啊。你是在跟踪我吗？真聪明。从什么时候开始跟踪我的？哎呀，不要一副杀气腾腾的样子，好像要吃人似的。我可是带着好意来的。好意？什么意思？你想要扳倒方家的话，我可以帮你。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身为护卫队的人，竟然能说出这种话。再说，你要是对方家不满，自己去找方潇啊，干嘛扯上我？因为我从你身上看到了摧毁方家的希望。带我来这里。因为我觉得在这里让你感受到我对方家的爱情怒火。这里面埋的是血海深处。10年前，丧尸潮刚爆发的时候，方家带着自己的私人武器控制了曙光城。很快，方家就将城外方圆数公里区域的物资全部搜刮一空。不久，城外活不下去的流浪者只能进城寻求庇护，并被迫接受方家的条件。除了每天都要在城里工作或得少得可怜的食物之外，所有人都要接受石化和造纸术。通过测试的可以被引导成士兵，在曙光城所有的变成外的模式。3级卓越的得胜之后，就有机会进入城内实现阶级跃升。不必再被一顿饭打成，也不必睡在一起风吹雨淋。这不是好事吗？但是城上隐藏着重要的秘密，同时，所有被成功赶走的士兵都会走上一条不归路。这个南非圣王，也就是从小他生产水晶做成的士兵，他被成为士兵后裔，成为我们兄弟在内战。他很有作战天赋，不想职位升了很快，眼看着就要迈进军队最大名的时候，意想不到的事情却发生了。之后禁卫队的人跟我说，都莫名报复，无差别的杀人，我们能干事，只能将他击杀。我连一步不会动，只能把哥哥的狗牌埋在这里。技能测试发动，每秒消耗5点精神值。狗牌应该都是成对的，这里只有一个，说明另一个留在了尸体上。如果南风已经被击杀，那尸体很快就能捡。另一个狗牌挂在武器上，除非……这几年我一直暗中调查，发现了方家一直隐瞒的事实，那就是每个士兵在用湿气自愈或者发动施术的时候，都会受到尸毒的侵蚀。一旦侵蚀超过阀值，士兵就会变成彻头彻尾的暴尸，那具躯壳里将不会残留任何东西。而变成暴尸的士兵，方家有某种手段对其控制，使其成为纯粹的杀戮机器。所以像我这种对方家不满的士兵，想反抗方家，就会陷入死循环。反抗的越激烈，就越容易成为暴尸。变成了暴尸，就会被方家彻底控制，成为助纣为虐的工具。我姑且相信你说的都是真的。那为什么我是扳倒方家的希望？从你新人考试开始，我就关注了你的每一场战役。你不是士兵，却能不停变强。虽然不知道你是怎么做到的，那就只有你才能避开我们士兵的死循环。这群贱人，天天就想着要我的命。他们真的以为我会待在那么大个靶子一样的大楼里，
昨天的行刺事件，您打算派谁去调查？让阿尔森负责吧。他人呢？那个，他又去防守城门了。据说这次北边来了个很猛的暴尸 BOSS， 警戒等级都提到 A 级了。A 级？密集阵怎么停了？报告，已超过最大附角。那玩意儿本来就是防空的，对地当然不行了。吴队长，这个 BOSS 交给我，地面战还得看我们士兵。班长，那 BOSS 又从城墙下面钻过来了，不怕，他马上就要撞上地雷了。阿尔森，只要我继续像今天这样积累战功，要不了多久，队长的位子就是我的了。好厉害！一下子就把这么大一只 BOSS 一分为二。那是吴队长的聪明绝技，5分整。据说末世前，他经常在肉铺看他爸切肉，他爸总是能精准地把任何肉块一分为二。成为士兵之后，吴队长就在此基础上开发出了自己的招式。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非人形的。你来的晚，正常。这种叫尸魁，一般都是由高等级人形暴尸转化的，大多数没有自愈能力。今天这个自愈能力这么快，我也是第一次见。虽然不知道核心在哪里，只要把你剁碎，看到核心的吧。特一般再生这么快。这家伙的目的是破坏密集阵。城门只剩下这一个密集阵了，不能再没了。救命啊！一把消防斧就切开了 BOSS， 可是这斧子也太大了吧？是谁？小子，把你的散弹枪给我。为什么我们要躲在这后面？他说免得一会儿被榴弹波及。霰弹枪打这 BOSS 没鸟用啊，得拿炮轰才行吧？很好，仇恨拉倒。刚才那个算炮吗？那么大的霰弹枪，应该算是霰弹炮吧？小，伤好了。BOSS 已经没了，这该死的女人又把老子的战功给抢走了。喂223，我听着，迟早有一天，队长的位子这就来。是我的。就无视我，一个傲慢的女人。什么？关键角度的监控录像全没了。是的，那天晚上能拍到入侵者的几个摄像头的录像全没了，只拍到了一个戴面罩的悍匪。这一看开头，应该就是南岳提供的情报里说的尸鬼吧？小喽啰就交给你了。我找关系把你去反暴部队报道的时间推迟了，暂时你就不受封家部队的约束了。你需要什么情报，直接问我就好。方家战力体系是怎样？从高到低分为 S、A、B、C、D、E， 每一档会细分3个小档级，比如 S 级分为 S 加、S 和 S 级，其他的以此类推。看来系统的等级分得更细一些，这样的话，两边等级有点对不上号。作为参照
5分斩是什么等级？常规战力 D 加，诗画等级能到 B 级。他这种快2个大档的比较少，一般只能升1个大档，升至1小档。不过诗画需要严格控制时间，否则很容易变成暴尸。所有常备军、护卫队加反暴部队里，战力最高的是奥尔森 A 加，诗画等级未知。那个女人对尸毒有着极其变态的抗性，一直在突破极限，测试中心都模拟不出她的上限在哪里。那她就是曙光城最强的了？并不是，虽然她在世界里能排进前3，但方琦身边的精锐兵团里，据说还有长他 S 级的，藏得很深。我还在想办法打探更多的情况，所以这次让你去打的暴尸，就是你的试金石。试金石是吗？洞穴深处好像有架子鼓的声音。你也是来听我演奏会的吗？说的是，跟格洛利亚一样，会说话。看你妹，全揍！这不是10年前因为末世我错过的那场演唱会吗？是幻觉吗？发什么呆啊？啊，南岳！喊起来啊！去他的末世，造起来！哇！哈哈哈哈！哈哈！伙子，跟姐姐我战斗的时候不是凶猛的很吗？怎么几天不见，一副肾虚的样子？哦，是不是记忆离歌了？就算入虚不重要多了啊！又接上了，你可得留点力气的意思。帮我报仇之前再打，要不。被格洛利亚给救了，从他那拿到的基剑，居然还有残存的意识。这是复活还是分身什么的？你会的虚术还真不少啊！虽然这耳机强化的降噪可以抵消90%的噪声，但还是能听到一点鼓声。好在这点下，不至于再让我中幻术。只要他还要再试分身，那就让我找到你的本体，下手为强。找到了，方向是东，去搞定他。这个 BOSS 是什么等级的？应该是奥尔森过来之前都要稍微犹豫一会儿的那种。你开玩笑的吧？现在就让我去打这种级别的 BOSS 啊！我靠，南岳没跟我开玩笑，他一直都是新人考试时候的态度啊，适者生存。可用生命点数3。
技能超级折扣，使你升级物品时所需要的点数大幅减少。你获得被动技能隐藏装备，使你可以将不想显示的装备隐藏，包括武器、挂架、枪套、防弹衣等。你的身体强度大幅强化了。打偏了，不应该呀！我非常确定瞄准了脑干。不对，是噪音。这家伙砸击地面产生的噪音，也有幻术的效果。就算只有10%强度的噪音，依然能干扰我的感官、耳朵、眼睛、手上的感觉。每一个环节只有10%的干扰，反馈到射击精度上，就是差之千里。好快，但我还是可以躲。差一点就能躲开的，还是被那个声音干扰了，耳机也摔成2截了。而且我依然看不见那家伙头上的等级。剩下的3个升级点，用来给自己升级意义大吗？还是用来修复耳机？但是耳机也不能完全屏蔽噪音，只要继续受到幻术干扰，我就没有胜算了。等等，我现在不是有2个能降噪的东西吗？如果……不受声音干扰能正常出拳的话，20级的冲击力比之前强多了。为什么声音没效果？消音器加坏掉的降噪耳机已升级为绝对静音领域消音器，消耗升级点数2，剩余升级点1。装备效果使你周围直径2米范围内形成一个绝对静音领域，任何内部声音无法传出，任何外部声音也无法传进来。我知道为什么南越口中那些牛哄哄的人不敢随便来这里了。如果没有像我这样的隔音手段，战斗力会大幅削弱。解除绝对静音领域。BOSS 1形态已被击败，奖励升级点数5，可用升级点数6。打一半就给奖励了，系统是担心我后面会死吗？虚空跳我差点累死那会都不担心，看来后面的2形态才是动真格的。开启绝对静音领域。通过刚才的战斗，他应该知道噪音幻术对我没用了吧？他现在又是在干什么？已升至26级，消耗升级点数6，可用升级点数0。已获得被动技能追风行电，等级1，效果使你在闪现射击后可以继承你发射出去的子弹、炮弹、导弹等武器的速度。已获得被动技能弯道超车，效果只要敌人等级比你高，你能获得的点数等于你和敌人之间的差级加1。若你的等级比敌人高，最多能得到30级点，每个5级减1点。效果：现在你击杀任何类型的敌人都有可能获得升级点数。发现施术对我没用，所以反过来对自己用是吗？就像是加 buff 一样，也瞬间提升了身体强度。啊，他比之前快多了。提示：你已经感染尸毒，必须在下面的尸毒剂量表施满之前，使用点数升级给自己清除敌 buff。这就是每次使用点数纠结的地方。
全用了，担心打不过；用光了，面对突发情况又没有后手。不过至少，我现在可以看到这家伙的等级了，差距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大。近身战对我不利，拉开距离。靠！不仅识破了我的闪现，还跟上了手枪弹的速度。刚掌握了被动技能，继承子弹的速度，反而让我受到了更多的伤害。这个 BOSS 到底是什么级别的呀？好强！居然拉不开距离，那就只能硬刚了。好硬的头！如果不能一击打碎脑干，再继续这样打下去，等时不机料表到底也就完了。手上的枪都没法打穿这家伙的头骨，能破甲的烈火长枪近身战没法用。好不容易走到这一步，我能死在这儿啊！好好想想，还有什么可以用的？对了，格洛利亚的击剑，虽然这个击剑是配合烈火长枪发动致命投掷用，那假如改变下发力方式，用在近身战中呢？击剑一旦发动就 CD 了，所以只有一次机会，把群主当成枪，将我玩命升级到现在的等级，用尽全力甩出去。BOSS 已消灭，获得升级点数10，当前可用升级点数10。使用计量表快满了，得赶紧升级轻敌 buff。已升至35级，尸毒已清除，消耗升级点数9，可用升级点数1。已获得技能强化射击，每发弹药消耗精神力3。效果：当你装备不同类型的弹药时，获得不同的效果加成。普通弹冲击力提高，穿甲弹穿透力提高，燃烧弹燃烧效果提高，爆裂弹爆炸效果提高，夜光弹额外的照明效果，照明弹额外的致盲效果。你的等级越高，上述效果越强。精神力全满的时候100点，足够打完一个30发的弹夹，感觉这个技能还不错。已获得感尸之核，装备效果可以发动感尸之术，短暂的控制低等级对精英暴尸，每秒消耗1点精神力。完成指定任务后，可用升级点数升至更高品质。不枉我拼上性命战斗，这趟来得太值了。城里被攻击了。这就靠着你们老子爆的高射炮，能守个屁呀！B级阵被石鬼搞得只剩1台，皇家的战斗机有年久失修，无法作战。你至少给老子派点高等级的士兵来呀！不要走，干他！一个月1800块，我为什么要在这儿玩命啊？算因为防空岗位是个闲职，想着哪有会飞的丧尸我才来的。这下好了，要死球了！队长，这猛男是谁啊？他是暗堡部队的精英，至今保持对暴尸战斗数百连胜，和奥尔森为曙光城10级，排行第10的 B 加级，士兵2段筑起爆山，我们有救了，有救！搞什么？我被秒了，被一条臭蜥蜴，下个月就能从 B 加到 A 级了，是你给我来这么一出！臭蜥蜴，居然惹得我上来就石化！竟然不会像1等级士兵那样，石化直接变暴尸，但维持在这个轻视水平，即使对身为10级的我来说，也是很勉强的。好在战斗马上就能结束，还来！同样的招数我怎么会吃2次？虽然很想跟你练练，只赶时间，直接送你回去！
烂了脑袋。够了！好厉害啊！居然能用全套发出炮弹。他的消失器，炮弹中增强威力，是正义人性的光芒。有这么强力的人在，我就可以安心摸鱼了。什么？利加奇暴尸焰火噬龙已消灭，得到升级点数2，可用升级点数3，已获得焰火之核，消耗1升级点数，来给你指定的目标升级，使其可以释放焰火。99%石化都打不过的暴尸被秒了，这个人好强！这把刀不行了，扛不住高速斩击，得换把刀了。这位英雄，你还活着？我以为伤到这种程度，就算是士兵也……是，我血比较厚，撑得久一点。要不要我送你去医院？还是说你能够自愈？不必了，我们不是暴尸，他们只剩个脑干就能活。总的来说，留住身体承受极限，自愈是没用的。我已经撑不到医院。虽然很想对你表达我的感激和钦佩之情，但是已经来不及了。现在麻烦你一件事，在我脑袋上拍一下，不要让我变成暴尸去害人。目标生命值低于20%，满足生命体升级条件。需先永久解散当前仆从，方消是狗。升级后会完全修复目标，并提升1级。Master， 身体已经长回来，难道是主人的恩赐？我为什么总是把“主人”这个词挂在嘴边？感觉好羞涩，但是又有点激动。不过，主人去哪儿了？穷光蛋，上次说过，别再让我看见你的吧？怎么，又想让我把你扔出去？我这儿有几个好东西，想请老板估个价，价格合适的话就放钱卖了。年轻人，你上次来的时候穿着护卫队的衣服，以前没见过。你是新兵对吧？你这样的新兵能凑齐一身基础装备都费劲，还能有什么好东西？赶紧出去，不要浪费我时。哎呦我去！臭小子，你来劲儿什么？拿把破枪就往我脸上怼！传奇约翰的手枪，伤害加200%，精度加200%，射程加200%。要不您再仔细看看。有什么好看的？仔细看10000遍。开始了。哎，这把不起眼的武器上，居然迸发出如此耀眼的光芒，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传说品质武器？小兄弟，容我细细查看一番。喂，看在上次我对你收取粗鲁，为表歉意，这个我亏本收了。只要这傻小子同意，回头我给这极品手枪附上尸气，转头就能做成尸装60万，卖给高等级士兵，这简直赚翻了。后面加个0，50万。你怎么不去抢啊？这个价格，你就是在侮辱老夫，士可杀不可辱，打死我也不可能收的。这是50万，你小拿。
要是还有别的好东西，也可以一起卖给你。真香啊！欢迎光临。交了钱，这个月保护费该交了。小伙子，你该走了，本年打烊了。这末世里除了交税之外，还要交保护费，方家的人果然欠收拾。哎，小伙子，别冲动，不要给我惹麻烦，赶紧走吧。交保护费，见者有份儿。你现在不让我走，以后怕是要跪在地上，哭着求我走。从来没人敢这么和我说话，你是不想活了吧？哎呀，方少，别生气嘛，这就是个不懂规矩的新兵，回头跟他上司说一下，教训下就是了，让他走吧。放过他可以，3个月流水交上来，晚上再让你女儿陪我哥几个耍一耍。别呀，3个月流水先不说，可我女儿腿脚不便呢，求求你放过她吧。我们不介意，就当是玩多了正常女人，换换口味好了。我果然没有看错你们方家。在不做人这件事情上，你们从来没让我失望。真是够了！那谁，揍死他！方少，你放过他吧，他就是个普通人，连士兵都不是，他哪扛得住你们的拳头啊？放心，我的拳头很快，瞬间爆头，不疼的。喂，叫你揍人，不是叫你拆店呢，以后还要来收保护费呢。对不起，是个小看，对不起。原来这就是极压制的感觉。什么情况？为什么一点事情都没个普通人可以秒杀B减级的士兵啊？会获得升级点数2，可用升级点数4。你不能动我！我是城主方潇的亲戚，你要是敢动我，方家一定会派高等级士兵来杀你。高等级士兵，之前南岳有提到，还没查出来具体的情报。要是这家伙知道了，那岂不是省事了？快拆！只要我唤出方潇的名字，这些死后无一例外都会被唬住。趁这个机会，想上彻底拿捏他，你完蛋了！方家会找到你认识的每一个人，把他们全杀光，最后再来杀。糟了，下一局万一被古扎和立堂给打死了怎么办？我还想把他变成仆从，去套情报。你要不要上来揍2拳发泄一下？哎，那个我就算了吧，我见到方家的人屁都不敢放一个，哪敢揍他们呢？这个抠东西，让你收保护费，让你收保护费！哎，我去，原来打人这么累啊！不过还是豪爽啊！你永久解散上一个服从靠山，你获得4个服从多数，消耗升级点数1，设定升级点数3。主人，请原谅我之前的无礼和愚蠢。从今天开始，我将献上自己的全部，只为主人效命。这是什么情况？我在这里待了10年，从没见过方家的人对外人低声下气过。这嚣张跋扈的风格，为什么突然就跟狗一样了？现在，把你知道的方家情报，毫无保留的全部说出来。所以，你这家伙知道的核心情报很有限，而且口口声声说自己是方潇亲戚，到头来，我和秦始皇的血缘，可能都比你2级。主人，我再没用了，这就自宫一谢罪。大可不必，大可不必。不过还是有收获，至少得到了大墓地。大墓地里风光之后是为什么是为什么
物，多年前用来自大墓地的材料做的，送给你觉得正合适。你获得大墓地西河手枪，你获得大墓地短刀。不错，至少你还知道一个大墓地的位置。你守在这儿，别让任何人进来。是。提示：有可选择难度。高的跟丧尸玩的游戏，我算讲一般，好简单，不仅规则。这妩媚的事情，连我都能感知到，无法想象这下面会遇到什么。回想大爷说的话，觉得现在考虑杀龙枭为时太早，我得先有剑在手，再考虑用武。升到 S 级再说。让我来看看这背后到底是什么妖魔鬼怪。我去！提示：任务击杀元首已开始，在元首被击杀之前，无法离开这个大墓地。趴在这里做什么？开打就妙了吗？这个武器了，二等严阵。我的上帝呀！你的军服呢？你的武器呢？穿着是来度假的吗？原来这是个二战背景的副本。你拿我的手机先用着，后面再。这衣饰又是哪来的呀？你真想知道吗？从大爷那里买来的，全都是附了湿气的时装。1秒前，我刚从系统的武器库里拿出来换上。闸门开启，开始登陆。咋了？吓我一跳！你头盔怎么突然没了？幻化隐藏了。啥？因为这些反特巨马，我们的坦克上不来。那些碉堡里的 M72机枪，对我们步兵威胁太大了。二等呀，等机枪扫向别的地方，就跟我冲！哎！这还是人类吗？我靠，忘了身体强度减50%这个低 buff 了，要不然就能跳过去了。还是暴尸。还好我从老爹那儿进了不少货。少尉，这什么鬼东西？怎么这么难杀？我也不知道。我还是第一次碰到如此离谱的战损比，几乎打光了一个连，居然只干掉10来个敌人。我没子弹了。我也是。我们还是撤吧，上尉。跑不掉的。没看见这东西之前，跑得有多快吗？还不如拼了。虽然嘴上这么说，但是身体完全僵住了。这东西叫暴尸，要瞄着鼻梁打到脑干才会死，或者直接把脑袋轰碎也行。那是什么枪啊？威力跟小后劲炮弹一样。得救了。
真麻烦。尸装的强度果然很高，以前的那把枪扛几下就废了。这个家伙在利用这段时间自愈。这是要跟我同归于尽吗？A-40级暴尸帝国精英少校已被消灭，获得升级点数6，获得吐尸之核。呵，有意思。大目的限定，只能使用强化射击。这个核现在升级了也用不了，先存着，出去再说。按照惯例，用掉7点给自己升级，留2点备用。第1阶段已结束，请进入下一阶段。谢尔曼坦克。要是附近有辆虎式埋伏，这脆皮就惨了。来，快进屋里边去，外面不关。我这嘴是开锅吗？是虎式坦克！别着急吧，发挥我们的机动性优势。我们从林子这一侧突进，其他的从镇子里过去。镇子里的坦克排全军覆没，歼灭虎式就靠我们这2个排了。前方2辆虎式，边开炮边突进，绕到后面去。再来一发，彻底终结他！再来一发，彻底终结他！还有残军，什么情况？之前没有见过。不过也无所谓，没有坦克能够打过我们威猛的虎式。开炮！什么？居然没有打穿！该我了。收。还好之前预留了点数，把从方家白派来的这辆坦克升级成了可单人操作。不过敌人并不是暴尸，看来更精锐的暴尸部队还在里面。居然能干掉我们的虎式！等你进入伏击圈，我就把你轰成渣！在棚子里，快调转炮口！少校，怎么突然紧急调了整个虎式坦克连？前个阵子到底出了什么事儿啊？一整路虎式坦克排全军覆没，连虎王坦克都来支援了。前方2公里有敌方坦克！慌什么？就在最大指示距离之外。
真结实，唯一一辆没有殉爆。这炮塔直接复制成了我这辆的形态。看那个样子，头顶应该就是射击盲区。快点招呀！击出坦克！我可不会等你形态转化完毕，现在就把你毁了。这不是毛的爷爷吗？居然变成变成暴食，我的聪明人，行不是也？你是李彦辰吗？爷爷，安小七怎么样了？对了，小七，要去救小七，救他！暴尸已被消灭，获得生理眼术9，可用生理眼术10。对暴尸优柔寡断，可不是你的风格啊，彦真。第一次见面，我叫南风，想必你已经见过我的妹妹南月了。下不下杀手，也该由我自己决定。你凭什么替我动手？